哎，我想一下，我怎么下去？要帮忙吗？好，有人可以帮我骑下去吗？然后分两次转。太好笑了。哎，我现在全身都软掉。那个矮度死吗？应该是这个。这个最难吧 OK， 下去还有吗？没有了，下面那个是产业道路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知道。这样可以的。好 ，OK。直了。你表现真的太好笑了。我没有骑过这么可怕的。是吗？你要这样走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比较恐怖。这样超恐怖的。哦，好，好，上来就好了。慢一样，等一下，脚这个。我带路。You're my soul. You're my soul. You're my heart, my wonderwall. You're my soul. You're my soul. You're my heart, my wonderwall. You're my soul. You're my soul.有些旅程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只是想知道走到山里的那个自己，是不是还记得怎么害怕，怎么勇敢。我们从埔里出发，骑进7月初盛夏的山，大太阳晒着山路发亮，热得让人想停下来喘口气。熟悉的车身，熟悉的人，但我知道这条路不会跟上次一样。98。哦。
有加满了。今年3月中，我和几位车友骑车去了南投，寻找那个传说中的老梅秘境。那天是个舒服的日子，阳光亮却不热，空气干净，凉凉的，山路静静展开，好像正在等着我们走进去。我们骑在林间小径上，一边聊天一边笑，像是把平时工作的烦忧短暂的遗忘。那趟旅程之后，我们再相约，要再找一条没有走过的山路，再出发一次。所以这次我选了例行直线，路线几乎是水泥铺面，看起来应该并不难。我以为这会是一趟轻松惬意的旅程，只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把西亚 F300 Rally 和750都卖掉了，所以这次只好去租一台 T700。不为什么，只是不想错过这段原本就说好的旅程。所以今天是单身派对，单身派对，最后一次3天最后的演。下礼拜结婚，然后今天偷骑车，这样对吗？下礼拜6，临时牌都不能挂。都不行，因为它是2冲的。例行它可以骑哦，可是你们考虑一下，因为它悬吊很硬啊。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我骑一骑又卖掉的原因。之前那个跟你们去，就跟努特去台东那一次嘛，我们一起去那一次。没有，那时候后来我就买了，比较激进的。激进，对，看超感。你想象它是拉力，然后悬吊很硬的拉力，然后马力很大。是啊。它跟因为750蛮街车的。照一下。你不要入镜啊！就这样就好。对啊，你不是团拍就好。没关系啊，我先帮你们拍。刚好3台车都有，来1、2、3 ，OK。这次的恐惧来自于踩不到地的可怕。我们约在埔里的全家芙蓉门市集合，简单几句的问候，把那天在老梅没说完的话，又慢慢接了起来。接着我们先去民宿放行李。当时大约是早上9点多，太阳很大，但风不急。骑在台14线上，路上的车不多，大部分是汽车和白牌机车，没看到什么重机，一台接一台。我们往山里缓缓骑去，那节奏很安静，像是生活中难得的一种慢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我们来到通往民宿的岔路，前面是一段蜿蜒又陡的上坡，水泥路碎得像是时间太久没修补的样子。骑过几段破碎的道路后，远远看见民宿的屋顶出现在山腰上。谁？你的行李可以先放在那个桌上。好啊，我先搬入住，我3点再进来。好。你看你要下来之前打个电话跟我说，好，差不多几点会到，好，这样子我就给你准备。好 ，OK，感谢。那你的包包不放了？要好，不是我骑这台吗？虽然戴墨镜，可是有点可怕，掩饰我的恐惧。过了那么久，我还是学不会那一招。我那个你要知道车子的重心在哪里，然后就很好。我先看看我可不可以用骑的回转。那很难诶，那很难的，那超快。那你要敢吹油门，敢放弹力就行。对啊，我用骑的回转的。
神助。哦，都起雾了。又有好多地方，累了。我是刚走完合欢溪啊，好像还没走就先满身大汗了。好，好。骑在台上，阳光正好，风也刚好，路上的车不多，一台一台的，我们穿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转弯，那种感觉很惬意，就像是山在轻轻的呼吸，而我们只是刚好经过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翠峰支线。翠峰支线是一条连接台14甲与力行产业道路的旧山道。它像是一条藏在地图边缘的细线，常常被人忽略。但曾经有人从这里翻山越岭，走进中央山脉的最深处。我第一次对它感到好奇，是看鲁特哥那支3日纵走的影片。他说过，台14甲与力行之间，隔着这么一条神秘又少人走的支线。那时候，我心里就记下了这条路，骑了大约20分钟，我们抵达翠峰派出所。可以走吗？哦，砂石车哦。好，那等我一下哦，我导航换一下。我就再来就导那个合欢溪哦。很好。好，我导航改那个合欢溪停车场。好，出发喽。哦，是禁止砂石车哦。那里有一个斑驳的告示牌，上面写着“前方路况不佳，进入者后果自负”。看着那个牌子，我们都笑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是鲁特哥的观众。那些影片让我明白，所谓冒险不是鲁莽，而是一种愿意走进未知的渴望。所以我们没有犹豫，我们直接骑进那条没有保证的路。让翠峰的树荫一点一点包围着我们。一进翠峰支线，路就开始往下倾斜。先是一个发夹弯，再来是另一个，弯弯曲曲，都是陡下坡。树林从两侧靠了过来，把阳光遮得几乎不剩，路变得很暗，就像是走进一条不说话的隧道。我骑着 T700，车很重，龙头也重。每一个刹车都要算准，每一个转弯都不能快。我不确定该靠刹车还是用挡刹，只能一点一点滑行，一边提醒自己再慢一点，再稳一点。山里的路虽然安静，但只要遇上对向来车，就会变得拥挤又危险。我只能祈祷下一个转弯不要有人冲出来。骑着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，左边是水泥铺装，顺着下坡延伸出去，右边却是一条笔直的上坡。
是土路，还好，刚刚那地图上也没有是。斜的，我左脚刚好可以着地。哦，诶，这不能插入。那你要走哪一个？两个都走。等一下哦，那个应该是左边。那你要换车吗？你们想试试看吗？现在是不想换，没有，不是我是他。你想骑吗？来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问的。来，我自由了。不然骑着还一直冒冷汗。他跟那个8水 APP 有到7%，哦，而且他坐垫哦，应该感觉跟阿福一样硬的。没有哦，阿法比较软，对嘛，这比阿福还硬哎。他这个还有可能是这样坐高，靠不完头，那个椅子要翻过来，很硬哦，屁股会痛。超硬的。还好站着骑就不会痛了。我会帮你定下来。啦，没关系。那你包包要买没啊？这个很轻啊，我有卸下来，很轻。因为我把一般的行李放在那边。对，你左脚踩，然后这样踢上来，回旋踢。对，回旋踢这样。对啊，踩得到地吗？为什么我这个也踩不到地？没有，这是地形关系，是地形。哦，地形差。因为这边比较斜一点。我们现在在跟心理建设。确定吗？我怕我等一下下去会不会一路都这样？不要喇叭。你就一奇怪，这台不是已经很轻松了吗？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也不轻松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桌垫太高了。因为它有加高，对。对啊，真是的。小心！哦，我本来知道该怎么选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突然停了一下，好像有个声音在问我，要不要走右边？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不是害怕，也不是期待，而是一种被山里某种沉默吸引的迟疑。就在那里，我和车友换了车，他骑上了 T7版，我换上了390 ADV。车变轻了，心里也跟着放松了一些。我们继续往前行，路旁开始出现一些不存在地图上的小岔路，像是山偷偷画下了笔记。最后我们来到一条断掉的路，就这样路没了。我们在那里停了下来。好像是这里耶。应该是这一段啊，可是有办法骑吗？可以，再可以骑。哦，它是有茶园可以绕。你要不要绕看看？哪里可以绕？对啊，要走茶园路，我开地图跟你们讲，可以吗？你们就是你们快连一下路点，你就好。表现的时候，什么东西？然后等一下哦，所以绕得出去哦。是不是刚刚有个过去岔路要往上？有一个福民制茶厂，不是最近这个，还要再上去一个。哦，对，就刚才那个啦，货车。刚刚会一个货车回转那里。应该是对。啊，只是那边就是你们要绕茶园路就过去了。哦，所以那边没有崩。永裕嘛，所以你们待会儿再往回山区，就是有一个往福民制茶厂的路，就是它就是一个砍棒，然后写福民制茶厂，所以你们要一个回转回去这样子，然后会经过一段树林就接高丽菜园，然后之后就都是茶园这样。他导航找得到福民制茶厂吗？不知道哦，没有导过，那这都知道在哪，所以没有导过，不好意思哦。天明应该可以啦，
对啊，也是叫我们用走的。哦，好像天明制茶厂。对你第一个也会经过天明哦，所以待会就会有一条路往回。哦，就刚刚货车那一条吧。对，然后福明进来，就天明进来。你看这个比较清楚，这个就是天明，然后这里不是它旁边这条路，沿着这条路走，哦，那应该蛮明显的，很明显，但是要小心旁边的岔路，然后会有2个，这个一个死弯，然后继续沿着这条路走，然后再沿着这条路走，我看一下哦，在哪？哦，这条，然后到这里2个水塔之后要往回靠，哦，这一个要往回靠，这个也是死弯，哦，如果你往下走也是死路，所以你这里一定要记得往回靠，哦，水塔往回靠之后就会接到原本的这条路，就是慈丰连外道路，哦，好，最后这个比较陡一点，要小心，这个，然后下去之后你会看到这间叫做松明制茶厂。然后你们就是下去之后右转，你们就可以接力行了。哦，这样。这个我应该不行，这太高了吧？这已经是快要3个阶梯高了。要硬骑也可以啦，之前也有一个重机车队也是从这边下来。他们都下去了。下去啊！可是我觉得这样太危险，太可怕了。哦。对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，它是地基掏空，然后下线，然后也是要找。正当我们在断掉的路前停下来，一位当地人走了过来。他说：“如果想继续走，其实有一条可以绕过去，就是我们刚刚在岔路前犹豫的那条路。那是一条穿越过茶园的小路，没有标示，地图上也没有名字。”他说：“这附近的小货车就是这么绕过去的。当然，也有人选择直接骑过这条崩塌的支线。”他指着前方说。像是有一群越野车队没有绕，硬是骑了过去。他的语气没有劝阻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不是不行，只是要自己看着办。”我往前走了几步，用 DJI Neo 飞了起来。当画面从空中拉回来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也往下沉了。一整段山壁巷撕开，水泥路裂成一条条碎纹，石块钢筋。甚至水管都悬在半空中，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茶园坡地。那不是一条能靠技术能解决的路，而是一种运气的试探。我们有3台车，其中2台底盘低，真正有机会过去的也只有 T700，但我不敢。就算车能过，心也不一定能承受那段下坠的感觉。我转过身，看着刚刚那条没走的茶园小路。那条原本我们心里指引，如今成为唯一选择的路，成了我们接下来要骑进去的地方。我们回头走上刚刚那条让人犹豫的岔路，这次不再是下坡，而是一段持续拉高的陡上坡。原本的水泥铺面不见了，换成了土路与碎石，还夹杂着杂草，车子在上面跳动，像是走在一条还没决定自己要去哪的路。左边没有护栏，只有一片被阳光照亮的虚空，三边的视线被打开了。但我却没有欣赏的余裕。看过去是一整面斜斜的茶园，像贴在山上的绿色羽毛。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悬崖，却让我觉得只要一个不小心，我会整个人滑下去。骑过这段之后，我们终于离开了树林，前方展开的是一片山谷与茶园，阳光洒在每一条弯曲的产业道路上，弯来弯去。像是时间留下的笔记。
T700在这种地形上根本不轻松，车又重，头又大，每个转弯都是考验。那时候的我其实不太敢承认，我很后悔。这段茶园之路看起来很美，但其实非常狭窄，几乎只有一台车的宽度。每一个转弯都是急下坡，每一次减速都像在挣扎。我以为我会来享受风景，却只是在忍耐不安，心里一团乱。但山的风仍旧不疾不徐地吹着。我们在某个转角停了下来，我等下要怎么下去？车友们拍照、聊天、喝水，而我站在茶园旁边，看着那些弯曲的路，心里却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我到底为什么要租这台车？这一段有点恐，刚刚那一段资源。车友们收好水壶，戴上手套，我们准备出发，资源转弯，继续骑向不知道还有几个弯的山路。我本来想说租不到啊，我就去找 BWS， 然后找到一台 BWS， 一天200，4天也才800。哇，哎，怎么比我那么便宜啊？这么那么贵？BWS 我就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就无脑骑就好，对。我带路。干太陡了吧！等一下，太可怕了吧！我想一下，我怎么下去？那你出去就接回支线了。已经看得到产业道路了。你把它骑到这里，有人可以帮我骑下去吗？然后分两次转，这样子就不会害怕了。你先骑到这里。再骑，那边转过来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对吗？再倒多一点。有一次吗？这不然这边没有一次的话就会倒哦。对啊，没有一次我就下去了。对啊，可以啊。换一个人。好 ，OK， 你放，我这样撑的。车子来喽。OK 啊，OK 啊，这里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来，这边比较缓一点。好好笑，超好笑的。我现在全身都软掉。那个矮度喜欢应该是这个。这个最难吧 OK， 下去还有吗？没有了，下面那个是产业道路了，没看到吗？我知道右边那个嘛。来，没关系。这边给力吧？力也行。可以，这样可以啦。好 ，OK。直了。这表现的太好笑了。我没有骑过这么可怕的。放回来侧装了。下次你还会租这一台吗？你这台不是骑了8个月吗？没有，8个月没有这么短。那时候8个月只去2次林道，然后剩下都是通勤。我怎么上去？然后滑下去，然后快的话就按刹车。啊，我还是需要帮忙。他现在没办法转，他现在脑是那个平的。好。吉米，你有办法骑吗？还是你要先下去？没有，你先下去到那边，然后我车先放这里，然后你再上来骑。好，那你下，我帮你滑，我帮你滑。
翠峰的茶园是温柔的，可那条茶园里的道路却不属于我。那天我在一个很小的坡前停住了，也许是坡太陡，也许是心太软。我要卡住了。哦，这次下的了。看怎么那么陡啊？可以出去就是了。可是它，两个发夹弯，还在靠发夹弯对的。直接放弃了，不骑啊！那风塔岭在前面，也可以看一下，前面一点。我刚绕了一下，我花了1小时绕过来这样子。啊，花了1个小时到这，有航空拍。过这风塔点，风塔点在前面而已。哦，啊，所以绕那么大一圈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叫我怎么走。走这里啊，你总不能想走那个吧？向右急转，转之后好像左转，好的右。你骑那一台啊？对啊，我拿来给你骑好了。对啊。 300吗？就是你有骑过？它跟拉力一样的引擎。我骑过1000了。哦。好，好吧。怎么变路骑手？他恢复笑容了。大家眼睛是眯眯的笑。他眼睛超开心的。因为他脚整个可以踩到地。平坦的脚还可以微弯。我下次不要租那么高，下次 B50就好。下次不要租这个，知道吗？下次就只剩驾驶而已。下的。下次啊。全部做完。对啊，走。好慢哦。要不要？然后车主要踢起来。最后，我还是换了车，换成 CB300R。那台和我过去骑的 Rally 一样，搭着熟悉的引擎声，马力不大，但灵巧利落，像是知道我需要什么。
骑上去之后，我感觉整个人也轻了。那些过去卡住的弯、抓不住的重量、被压住的懊恼，全随着车子下滑的节奏，一点一点的散开。我们就这样一路滑下山，穿过那些茶园、立字形的山道，回到原本熟悉的节奏里，再接上了例行产业道路。在翠峰支线，我们停留了1个多小时，有些时间是在看风景，有些是在绕路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，我是在对抗自己的恐惧。刚才拍照，感觉都没有想要要那台车，对，然后结果在接头，然后就走了。哎，这种会有鸟大便。啊，这种鸟大便，什么都中。好，走吧。走，很快的走。啊，这一台就这2天就交给你们照顾了。哎，我们等一下有杂货店就停一下好了。那里有个杂货店，这间。骑了将近半个小时，我们来到一间小庙——翠峦慈鸾宫。庙旁边有一间小杂货店，什么都不多，却什么都刚刚好。水喝起来冰，风吹起来凉。旁边有一间厕所，那一刻的感觉，就像是在沙漠中突然找到了绿洲。有时候能够停下来，就是一种幸福。有一半的人可以休息过后，我们继续出发，前往合欢溪步道的入口。一开始是一连串的立字弯，转了又转，像是山在试探我们的耐心。沿途有几段还在整修的路面，有的是刚铺好的水泥，有的是松动的碎石，铁板盖住的坑洞，边坡被重机压得颤抖。骑在这样的道路上，你会慢慢理解，慢不是弱，而是一种对地形的尊重。骑了一段上坡，我们来到华冈某个岔路口，右转过去是一段破碎的产业道路，地上有积水，下面是泥泞和铺不平的石块。骑在这里，像是在越野林道上，一边颠簸，一边控制呼吸。虽然我已经来过这里2次，但每次看到这个地形，还是会忍不住想，开车能开得上来吗？而偏偏真的有人开上来了。这条路也许不是技术的问题，是心理的胆量。骑了大概10分钟，我们来到华冈圆环，这也是大多数人会选择停车的地方。空间宽敞，方便回转，也比较安全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自己的操控技术够有信心，还可以在往上骑一小段，那会让你之后登山的路省下不少的距离。但我们决定就停在这里，因为走的不只是山路，
而是一段段缓慢的准备。下面，上面我没走过啊。我是看鲁特影片，我才知道走下面。好，那我走的11:23。你们今天想走到哪？至少看到溪很远嘛。看到溪快4点。那么远啊？哦，溪有一段距离。啊，真假的？你是要看到怎样的溪？是在高山上？吃脚皮的溪。啊？吃可以脚皮看到鱼的溪更远。1个小时。可以看到鱼。以我们的速度，水塔那边什么都没有。还没。以我们的速度要在1个小时多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走到鲁特可以吃脚皮的溪，要1个小时20分。然后我在那脚皮的溪，你把这句话剪进去。真的啊，真的。是鲁特那边泡溪水，然后脚皮给鱼吃。有啊，你不要再乱讲话，然后鲁特大家在做很奇怪的瑜伽姿势，然后在干嘛这样？原来瑜伽是这样练的啊！你可以把脚抬起来。鲁特吃脚皮，到那边我一个人走。为什么一直 cue 我吃脚皮？鲁特表示你2部影片 cue 我是不是要付钱？你要怎么出去？不好说。好，赶紧出去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为什么他后面好像在钓？对啊，他钓鱼哎。可是这里都是樱花钩虎龟。他车牌有记住吗？都录到了。他偷进来。都一直在录啊。他看起来不是合法的。对，他看起来有点心虚哎。对啊。对。我问第一句嘛。他跟他打招呼，可是他表情就很奇怪。他是原住民，他是在地的没错，可是他应该有锁，他有可能就是管理员，然后自己偷偷进来。合欢溪步道是一条沿着山谷延伸的古道，它不是观光景点，更像是一条遗留在时光里的路，没有明确的起点，也没有人会催促你要走到终点。山风顺着溪谷吹上来，树影斜斜地落在我们的脚下，空气凉，天气好，是一个适合静静走完的日子。但我们没能走完全程，因为天色开始慢慢暗了下来。我们会担心晚餐会赶不上，更重要的是，逆行产业道路在晚上是没有路灯的。夜里的山是不容挑战的，那不是意志的问题，而是安全的逻辑。所以我们选择在半途折返，有点可惜。天气这么好，山路这么近，但就像旅途中常常发生的，最好的一刻总是走不到那里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有点遗憾，才有理由下次再来。不是我的，真假的？我靠！真的啊。还好我看到哎，不然回来找怎么可能找得到？吊车钥匙就在这里。他的所以你刚刚在找钥匙啊？没有，他根本不知道他掉了。我根本不知道掉了。这里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，对。老天爷，就是一种感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万一到那边再找不到的哦，靠，车子要留在这。再走一次这样。我一直以为走过这么多路，已经懂了什么叫做风险，而真正让人害怕的不是路，是你不知道回不回得去。
啊？你走过来就有画。啊，是哦。这么晃哦？对，那美剧高这才敢玩，对我大概走到这边就可以了。我那边我不敢走了。对，骑摩托车超爽的哦。因为我看他影片，我觉得那影片超棒。啊，你还没骑过？没有，我们在鼓吹你骑啊。哦，我没有要骑。用走的音可以。我连用走都不敢。我为什么他是？有时候风景不是你抵达的那个地方，而是你喘一口气的那一刻。没有安全感。对，然后峡谷越来越深。啊？有啊，走到一半之后开始就有点恐怖了。哦，对。星际大战你要挑战吗？我们先去吃饭。你为什么语无伦次啊？星际大战是什么？你刚刚不是？他现在又吓出一身冷汗。我们刚刚说你的服装超像星际大战那白色那一只啊。暴风兵的，加上那个脸。对。你要这样子随便这样，这样子有那。我们先去吃饭哦。我们也是去吃饭。我早上已经吓到已经没有汗了。对，这个敢骑的一定要骑的，我觉得这个超爽。我不敢。我也不敢。哇 ，CB300我可能就不行了。我刚走到中间，他那我刚个走到那我就不敢往前了。他那个护栏已经到这里了。对。然后我发现会更高，那更恐怖。 T700要更高。 300借你骑。突然表示还甩尾给你看。哇，好强哦！你看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夜色比我们想象中早来了一步。山里的时间不走钟，只走影子。回程的路没有路灯，只有我们自己带着的那一点光。光很弱，但我们还在往前。骑着骑着，前方忽然出现一颗像车子这么大的石头，它挡在崩塌的山壁旁。就像一个不肯让步的念头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，崩塌点的那块石头，像一个徘徊的念头。如果没有人在我身边，我可能就停在那里。我们没有说太多话，只是默契地把车骑过去。红香啊，那边。在这往那吗？对，从那边是红香部落，等下再继续直走。靠，刚刚石头太大颗了吧？超大颗。它是没有飞过。它是什么时候掉下去？他把路拦住，然后我们是一闯的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他也没有拦我们啊。我们来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一颗。真的假的？没有。我们有走这吗？没有那颗啊，我们前面不是有2台汽车吗？哎，对，哎哦，我在哪里啊？哎对，那时候没有那一颗哎。是他刚掉的。哇，好可怕哦！我们差点就被关在里面呢。对啊，早上我经过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有那些碎石掉下来。就是我有录到了，就是汽车在开的时候，他们靠到底盘嘛，然后靠到碎石这样掉下来。哇，我可太专心骑车，我都没看到落石。我都在看路。我想说想说应该还好啊，怎么一到的时候突然那么大一颗？超幸运的。太好笑了，敢吓死还好骑摩托车。哎呦干！
继续骑下山时，雾气升了起来，越来越浓。路边的灯光开始奇怪了起来，一盏白，一盏蓝，一盏紫，每一盏灯下都挂着一块白布，像静静的亮在夜色里的秘密。当时我不明白那些是什么，也觉得毛毛的。后来才有人留言说，那些是在捕捉大甲虫。那一晚的山看起来像一场梦，你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自己想象出来的，但你知道你正在穿越它。骑了将近1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回到了民宿。这时候是不是要讲一句啊？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。这还是我认识的例行吗？装备还没卸下，餐桌上已经飘着热气，每个人面前一锅火锅。菜盘堆得满满的，汤滚起来的声音，是整天风声与引擎声后最舒服的音乐。有人打哈欠，有人笑着说刚刚差点滑倒，有人低着头看着手机，有人还在回看刚刚录的画面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骑车不只是走出去，而是走回来，走回一种在陌生里也能安心的日常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边缘人，我们下次见。